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的频道。提到山海关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天下第一关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它为什么叫山海关？当北面的燕山遇上南面的渤海，这片狭长的走廊不仅锁住了600年的历史风云，更见证了一个个王朝的兴衰交替。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山海关，从雄伟的天下第一关城楼逛到充满生活烟火气的明代古城，再一路前往万里长城唯一探入大海的地方老龙头。跟着我亲身感受这座一座关城半部中国史的边关重镇。山海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，距离北京约300公里。它的北面是蜿蜒起伏的燕山山脉，南面则是辽阔的渤海，而山与海之间只留下了一条狭长的天然通道。600多年前，这里是东北进入华北平原最重要，也是几乎唯一的交通要道。明朝建立以后，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，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于1381年在这里修筑关城，并把长城与关隘连接起来。控制了山海关，就等于掌握了连接东北与中原的大门。历史上无数战争都发生在这里，而最著名的一次便是1644年明朝灭亡之际，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打开关门，引清军入关，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。所以山海关不仅是一座古城，更是一座见证王朝兴衰的历史舞台。从火车站出来，外面的停车场里会有免费的绿色巴士，将游客送往山海关最著名的3个景区：天下第一关、角山长城和老龙头景区。我们先来到山海关最具代表性的地标——天下第一关。来到山海关，没有人会错过眼前这座雄伟的城楼，它就是闻名全国的天下第一关。远远望去，城楼高高耸立在城桥之上，正中央悬挂着的那块巨大匾额“天下第一关”5个苍劲有力的大字，几乎已经成为山海关最经典的名片。天下第一关所在的东门又叫镇东门，城楼高居于城墙之上，脚下是厚重的城门，外围还有瓮城、箭楼和护城河。这一整套设计就是为了提高防御能力。穿过天下第一关，我们便进入山海关古城。和很多商业化古镇不同，山海关古城更像是一座仍然保留着历史骨架的明代军事城镇。漫步在古城街道上，会发现这里既有浓厚的历史氛围，也充满了生活气息。青砖灰瓦、石板路、老院落，还有街边各种传统小吃和特色店铺，让这里少了一份距离感，多了一份烟火气。不少建筑仍然保留着北方民居的特色，厚重的城墙、高大的院门，还有四合院式布局，都记录着这座边关城市数百年来的生活方式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热推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这里不仅是一座军事重镇，
也曾是一座繁荣的商贸城市。过去，从东北进入中原的商人会在这里停留，来自关外的人参、皮毛、药材会运往中原，而来自中原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也会从这里继续北上。可以说，山海关不仅守护着边疆，也连接着不同地区的经济与文化。古城中间是钟鼓楼，钟鼓楼面向南北西的门洞上，分别写着通海、观峦和朝京。朝东的一面因为节日装饰盖住了文字，有人知道内容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。除了历史古迹，古城最吸引人的还是这里慢悠悠的生活节奏。如果时间充裕，建议大家不要赶行程，找一家茶馆或者坐在城墙上发发呆，因为真正的山海关不只是那座天下第一关城楼，而是整座古城所散发出来的历史氛围。古城里还有不少值得参观的历史建筑，比如总兵府、王家大院，还有很多小景点都要收取门票，门票原价较高，实际都会有优惠价格。这座山海关古城历史博物馆里，根据明、清、民国、现代分成了4个展厅，介绍和展示了山海关各个时期的历史和文物，感兴趣的可以进来参观。但是如果门票是原价35元的话，就有些不值了。从古城出来，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景区老龙头，驱车只需10分钟左右便可以到达。这里是很多人来山海关最期待的一站，因为只有这里能够看到万里长城真正深入大海。宁海城是整个景区的核心入口和军事指挥中心，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军营城堡。位于宁海城内的守备署，是明代正五品武官守备的办公与居住地。在这里可以直观地感受明代中高级军官的办公与生活场景。紧邻着守备署的龙武营是当时驻军的营房所在地，现在里面复原包括牢房、粮仓、碾房、马厩、粥房、水井等场景。守备署外的八卦阵，相传由明代名将戚继光设计。
后于1987年复建。镇内路径错综复杂，城墙高约1.5米，运用了古代八卦的哲学原理。走进去容易，但走出来却颇有难度。很多人都会在此迷路，非常有趣。澄海楼依海而建，是老龙头的制高点和观海圣地。楼高14.5米，楼上悬挂明代大学士孙承宗题写的“雄金万里”匾额。站在楼上，可饱览长城连海、水连天的壮阔景象。可惜现在已经不允许登楼了。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，西至嘉峪关。严格来说，明长城真正抵达的地方，其实是眼前这片渤海。远远望去，一段城墙一路延伸，最后探入海中，就像一条巨龙把头伸向大海，因此这里被称作老龙头。继续往前，就是整个老龙头最经典的景点入海石城，这也是几乎所有游客都会驻足拍照的地方。由戚继光派参将吴惟忠于1579年修建，城墙全部用巨型花岗岩条石砌垒而成，一直延伸进海中。海浪不断拍打着石墙，脚下是长城，眼前是大海。老龙头不仅仅是一处风景，它更是一项伟大的军事工程。明朝修建这里，并不是为了观景，而是为了堵住海上的防御缺口。如果城墙只修到海边，敌军完全可以绕过山海关，从海上登陆。于是古人索性把长城一直修进海里，这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景象。参观完入海石城，向下便来到海滨区域。海神庙位于老龙头西侧约350米处，深入海中130米。始建于明初，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战火，于1988年按原貌重建。海神殿供奉海神，天后宫供奉妈祖，在这里可感受三面环海的独特景致。一座山海关，半部中国史。从天下第一关，到有烟火气十足的古城，再到长城入海的老龙头，这里不仅有壮丽的风景，更有跨越600年的历史记忆。如果您也喜欢这种融合历史、人文
与自然风光的地方，不妨把山海关加入旅行清单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瑞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一站再见。